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义中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国内选战到底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那双北呢，两边看起来确实，不管是蓝绿阵营，都是双北共打，好吧？那这边是蒋万安跟李四川，另外一边苏巧慧跟沈博阳，那互打。那这接下来呢，会怎么样的捉对厮杀？那接下来大家看，包括彰化会有任何一些其他的变数吗？那在宜兰来讲的话，蒋万安到宜兰去，因为他是宜兰女婿，到那个地方去，那现场呢来的人多，那有人讲说这是所谓的总统级浮选是吗？但更重要的是被问到，那郑丽文主席呢？那这一段的时候，蒋万安的回应会不会让大家讲说，郑主席在未来到底对于国民党所有，尤其是在现任首长的选举上来看的话，那是加分还是减分呢？各地方都会邀请吗？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讲的话，今天520，好不好？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在520的这一天，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今天，因为当初川习会一路往下过来，那蓝白阵营一路打，包括台独党纲啦，所有这些。那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国内最大在野党，立法院第一大党，日前提到所谓的两角说，像这样一些的情形。今天赖清德总统在回应的时候呢，在今天你看得到两大政党的主席，那包括赖总统是民进党的主席，直接大家正面对决。那赖总统直接讲那两角说叫断角说。那郑丽文主席在今天国民党中常会在下午的时候。可以讲直接发飙了吗？就是直接对着就骂了30分钟以后，然后包括拍桌子，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好，所有这些你就可以知道，从川习会以降到现在，对国内来讲的话，那包括两岸之间的议题，是不是真的升温到这种程度？甚或连包括美国在华府圈在论证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个论证一路往下，又会是怎么样？我一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前面跟观众朋友提到的，对于赖清德总统今天的发言，那郑丽文主席是怎么回应的？来，请看。政党可以竞争，国家不能分裂。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决定，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郑丽文主席带头阻挡军购，影响到防卫力量，等于自断一只脚。那郑丽文跟习近平见面，又接受9·2共识，放弃台湾的主体性，无形中等于让中国砍断了另外一只脚。但过去这2年是谁？我刚刚说的破坏民主、藐视国会、落实3班互并比，修法过程当中不断阻挠，修法通过了还在骂，这就是民进党啊！过无几天呢，变成赖总统的政绩呢？你怎么好意思啊？你有没有看到？那直接拍桌子，是直接这样哦。所以这从川习会以降，那本来是大家讲说所谓的统独论证，或是两岸之间所有的已经升温到这种程度。今天刚好520，所以因为郑丽文有提过两角说嘛，就是包括要有强大的防卫力量，然后两岸之间的和平对话。那赖总统今天直接说你那个叫断角说，两个包括你去见了习近平，你挡了军购，然后这直接是砍断台湾两只脚。郑丽文主席刚才那个整个的发言，显然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在国内，它不只是从川习会这样，现在在国内大家已经升温到这种地步。年底的选战，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各地方的诸侯全部都已经聊下去了，在这方面的论证。光从赖清德总统、郑丽文主席这样的话，你看到了是什么？我觉得因为第一个今天是赖总统特别发表了一个这个就职2周年的谈话啊。那当然媒体整理出来几个老实讲，以前在这个什么就职2周年比较多大家会琢磨的，通常都是说这2年里面我做了些什么事情。不过我看总统今天的这个说法比较着重是未来他期待能够再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中间当然有很大一块是跟两岸关系，我认为那也是郑丽文跳脚的原因啊。那看到郑丽文在中常会花了30分钟，也不太知道是国民党中常会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常会，但郑丽文看起来他确实生气。那生气的点大概就是赖清德提了几个，老像我先讲，我就应该先谈一下赖清德今天早上的
就他今天那个说法里面，其实包含了就是两岸关系哦，特别他提到说，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未来，就是由2300万人决定哦。那我其实一直觉得某部分来讲，国民党一直很 care 这些话，认为说这个就叫做搞独立。因为国台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赖清德讲完了，国台办就回应了。国台办的回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国台办那个朱凤莲啊，不管你赖清德说什么，你就是台独。讲完了。他那一大篇讲完之后，你不管讲什么，你都改变不了，你就是台独。你这回来看郑丽文的说法，一部分其实很像国民党。其实老实讲今天的这个跳脚让我会觉得很错愕。为什么？我说错愕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发现郑丽文在所有的这个发言只要到最后，不管他前面讲什么，中间讲什么，后面讲什么，到最后一定讲到就是两岸关系。老实讲国民党骂民进党台独，这不是新闻的啦。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就已经骂很多年了嘛。每一年这选举的时候都拿来骂。那选举都拿来骂，有没有达到效果？从总统大选的结果回来看，我认为大家心里有个数。包含到刚刚提到所谓9·2共识这件事，国民党偷偷摸摸置换掉9·2共识后面该接什么？是不是该接一中各表？国民党这一次把它置换成什么了？反对台独，叫做反对台独。一中各表不见了。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我们本质就是这个，你们公开就是没有讲，你们公开定调就叫做9·2共识，后面接的叫做反对台独。你单独在国内政党里面喊这个，其实我刚刚讲选举都已经有，可是如果今天加入一个中国的因素，他也不断的告诉你，再来告诉你讲说，只要我认定你有台独，所以我就会催你采取动作。当中国的动作出现的时候，国民党有人在那里附和，这个动作是对的嘛？谁叫你们要搞这个？所以老共今天动手，他就合理性跟正当化这个东西，不要再说我胡说八道。你们有没有国民党的人是这样讲的？就谁叫你们要选赖清德？第三个，刚刚郑丽文的那一段话，我觉得用片面式的扭曲事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3班互并比100班阻挠修法。这边有立法委员，我请教一下。互并比3班是不是各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版本？民进党没有，民进党也有他的版本。你先讲，我等一下再补充。我讲民进党版本，他们现在是国民党骂是说，你们也没有去跟那个团体沟通啊，你们就后来才提出。我现在就讲表决的时候有没有提出他的版本？当他有自己的版本的时候，他支持自己的版本。民众党那8票也去支持了民众党的版本。后来国民党的版本出来的时候，民众党有去支持国民党的版本，好，民进党没有支持国民党的版本嘛，好，因为民进党支持自己的版本嘛，结果最后把它扭曲成为什么？因为通过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共同支持的，最后结论叫做民进党不支持修法。我就问一下，每一次在法案的表决当中，哪一个政党不是捍卫自己的？你们当时的那个争议，民众党就是讲说你们要做那个应该要有一个那个咨询委员会嘛，民众党坚持要1/2嘛，那国民党版本是没有嘛，那民进党的版本是不是1/3？你一直跟我说没有版本，那我就明白告诉你有没有一个1/3的版本？你们一直把它扭曲，把它片面截断，说最后版本通过，你看只有国民党跟民众党支持这个版本啊，民进党根本就反对修法，我认为这是很可怕的。OK， 因为你明明知道法案的整个的进程过程都不是这样，可是国民党党主席可以公开这样说，他就是不反对，他只是不喜欢你的版本，他不代表他不赞成修啊。所以我会讲就是说这几年的这个政治操作，其实老实讲，我今天更特别注意是，如果我是国民党党主席啊。今天赖清德提出了一个0到18岁每个月给5000块，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怎么给？你预算怎么编？这个才跟大家民生有关嘛。这里我花了30分钟痛骂赖清德，觉得他讲的是错的。我跟你讲，你不缺这30分钟，你过去都一直骂过。但比较可怕的是，早上国台办刚骂过同样的话，你接着郑丽文拿着国台办的话继续再进来打。那你会让大家形塑成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我认为这个是国民党自己要去面对的了现在看起来的话，今天赖总统的因为每次到像520啊、2周年这些，一定都会有这样一些谈话。而这个谈话当接着川习会一路的发展到现在的时候，那他会不会真的变成在国内？你可以看得到，当郑丽文主席下午的反应的时候，他这些一定已经是国内未来政治上面。
朝野之间攻防的一些重点了 ，OK？ 而这些重点，这攻防会对于两岸关系、美中台之间，甚或年底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的影响？现场的两大阵营在这个地方，刚才你讲的好，我们今天很快的把今天赖总统讲的所谓的4大宣誓，跟刚才讲到朝野2个最大政党主席直接对呛的这一段，直接来看一下。那赖总统讲的4大宣誓，第一个，两岸维持现状，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这显然也会跟川习会一路下来的那些论述会有关联性。第二个宣誓，经济必须全民有感，将提出1000元规模中小为传统产业，加速升级转型计划。第二个宣誓，经济必须全民有感，将提出1000元规模中小为传统产业，加速升级转型计划。因为一直有人说都是高科技产业在涨，包括股市涨成4万多点都是高科技。那对于传产，你到底该怎么办？好，第3个宣誓，人口政策进入新的战略阶段，这是国安问题，好不好？人口，所以为了要改变所谓的少子化的问题，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人每月5000块。第4个宣誓，国防特别预算亡羊补牢，另外提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提高年度预算。赖总统520就职2周年的谈话，跟在野2大阵营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回应。赖总统提到的是，台湾愿在对等尊严原则之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国民党不妨仔细去看一看，习近平多次定义所谓9·2共识，在中国国家政策里面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方案就是1国2制。这一段可能就是刚才引起了郑丽文主席那在30分钟直接回应、最强烈回应的一些内容。针对郑丽文的国家安全两角说，赖总统回应，两角说并不稳定，没有办法提供台湾国家安全稳定基础。更何况郑丽文带头阻挡军购，影响防卫力量，等于自断一只脚。郑丽文眼中，郑丽文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接受9·2共识，放弃台湾主体性，无形中等于让中国砍断另一只脚。这样的情况对台湾非常危险。如果川赖通话，因为川普不是说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然后会聊一聊这些东西，好不好？如果有这个通话，赖总统说，如果有机会，他有责任说出台湾社会的心声。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那太保有一篇报道是赖清德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国民党说这是赤裸操作2国论。郑丽文主席在刚才除了观众朋友听到那段以外，他说赖清德520就职呢，通篇充满谎言。川习会以后对台湾重大谈话，赖清德完全避而不谈，选择自欺欺人，置中华民国国家利益更危险的境地。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联合报有一篇说，民众党讲赖总统两岸与国政走极端，政策失败，怪罪在野。除了政策缺乏前瞻性，脱离基层人民生活以外，赖清德、卓荣泰还有2个没有检讨，没有反省，依旧把自己当成是太上皇。来，2大阵营，元之还有吴峥，刚才讲的，从川习会一直到现在，今天是在520的时候，你看得到朝野2大党的主席，等于是大家直接对面开枪。而这一段对于老百姓来讲，听到的是哪一段真的是老百姓觉得是符合我的心声？讲的这一段是未来美中台之间两岸关系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环。任俊翰直接提了，包括郑丽文主席直接人家回应。来，元之，第一个，赖清德总统今天讲的这些话，尤其讲到你们主席讲的两角说不稳定，然后对于国家主权所有这一段期间，从川习会以后，国民党或民主党很多朋友一直不断的在批评所谓的台独党纲，你要不要拿掉，要不要放弃？甚或从蒋万安、侯友宜，然后几乎国民党考虑修演，全部都跳出来叫民进党做这些。那对国民党来讲，这一段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觉得我们主席那么生气，当然赖总统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确实是有扭曲郑主席的说法，比如说直接扣红帽子，说好像郑主席有去跟习近平见面，就是放弃台湾的主体性。那他的逻辑是说，因为我们这是9·2共识，所以呢就是支持1国2制。但其实这个已经大家都澄清过很多遍，根本不是这样。对，就1国2制是什么东西？1国2制是可能习近平他希望两岸假设有统一的话，那个治理的制度，他希望是1国2制，但是那是他讲的，那不是对不对？那9·2共识是两岸如果要交流的话，一个基础，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就是
本来汉贼不两立嘛，在1992年之前嘛，然后呢，但是有一些事务性需要协商啊，那大家先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好了，那有争议的部分先存而不论啊，大家先针对能够交流的部分，像民生的或什么的，大家来做交流，这叫92共识嘛。所以这个东西跟1国2制是完全不同的层次的东西。会不会是因为习近平在2019年讲的但是那个他也不是那样子讲，我觉得民进党超意啊，民进党超意，那也是共识，不就那个没有，那个也是民进党超意，因为1992年的时候，习近平根本没有参与啊。对不对？1992年，国民党的代表跟共产党那边的代表两会在谈的时候，难道有说我承认1国2制吗？有吗？没有嘛。那时候讲的就是说，那中国现在是不是习近平说了算嘛？不是啊，那他也不能穿越到1992去扭曲那19，他当然可以，他现在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你们超意啦。为什么民进党为什么故意超意这件事情？是因为在那个2019年那时候，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韩国瑜是支持92共识的。然后那个时候，习近平发表了一个什么告台湾什么什么同胞书，什么一大段话，其实他也不是那个意思，但民进党就是一直洗脑说92共识就是1国2制，92共识就是1国2制，然后刻意去贴人家标签，说好像韩国瑜就是支持1国2制，其实这是一个选举的操作，但是实务上就不是。譬如说郑丽文主席去跟习近平见面，请问一下有去讲什么1国2制1国2制吗？没有啊，根本没有去谈这些东西啊，完全都没有啊，所以刻意的操作其实只是为了扣红帽子而已。然后第二个是他说什么郑丽文带头什么去掌国有吗？有吗？从头到尾我们讲的就是说不希望那4700亿放在特别条例里面，那些项目不要放在特别条例，但没有去删这个预算，你只要放到年度预算、公务预算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党团也讲啦，希望赶快你要扩大编，反正你8月的时候你送过来嘛，你把它扩大编到公务预算里面，我们都 OK 啊。所以没有要删这个预算，可是他为什么刻意要把扭曲成说他们把这个挡了，然后不要去做这个国防？我觉得就是很恶意的嘛。那总统会搞不清楚在野党的诉求吗？乱扭曲嘛，总统可以乱讲话吗？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党军购的是谁？不是国民党啊！国民党假设讲美国的那个要卖给我们的军购好了，我们至少特别条例也通过了7800亿吧？它含第一批发价书跟第二批发价书。那现在不来第二批发价书的是谁？是川普是川普。他见完习近平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讲得很白啊。他说：“这个就是我去跟中国谈判的筹码啊，很棒，很好用啊，那么大一笔，但很好用啊，这是筹码啊。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卖给台湾呢？看中国的态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现在要卖给那个中国大陆大豆啊、波音啊、飞机嘛，然后牛肉啊，什么一大堆的啊。”看你的态度啊，你出价啊，你如果出价出得好的话呢，我这个发价书就不给台湾啊，或延迟给台湾啊，这川普的意思啊。那现在中国已经说要去跟美国买3年，每一年170亿美金的农产品了啊，一年170亿。那川普会不会觉得说，这样算一算，好像这个比较跟中国打交道比较划得来啊？那台湾军购就慢一点，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这是川普不给我们。那我今天看那个赖总统他520的谈话，他一直说要捍卫中华民国的尊严，那你为什么不去跟川普讲？对不对？那么什么那屁都不敢吭一下，对不对？你要跟川普讲说，当初你叫台湾提高国防 GDP 的5%，我们也都一直跟在野党一直骂在野党，叫他们赶快一直骂他。结果呢，现在你忽然不给我的，那我情何以堪？不行，这样子，你不可以把台湾当筹码。2300万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工具，我们不是你拿去跟对岸谈判的筹码。你要站在我们的角度。你不可以把台湾当筹码，2300万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工具，我们不是你拿去跟对岸谈判的筹码。你要站在我们的角度，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尊严呢。我没有看到赖总统讲一句话，对，但是赖总统骂我们自己人就很会骂，对不对？你看他前面在520的时候还他的演说前半段还在说他会用更谦卑的态度，然后呢去倾听民意。后面呢然后开始抹红郑丽文，把郑丽文骂得一文不名。但对于我刚刚讲的川普讲的一些话，假装没听到，然后一直讲说什么美国对我们还是很好，政策没改变，这就是掩耳盗铃啊。然后台独那个也是啊，川普就很摆明了不支持台独，结果赖总统忽然跳出来说，中华民国就是台独。那所以你的意思是川普不支持中华民国吗？你故意去做这种奇怪连结，这要干嘛？川普讲的当然就是
建立台湾共和国嘛。那民进党一直讲，因为上次吴峥在这边用那个什么 iPhone 做例子啊，网络上他有很多网络的网友支持者就在洗啊，什么好会举例，好棒哦。好，那什么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覆盖了1991年台独党纲嘛，所以后面可以覆盖前面嘛。我跟你讲，为了这个我还去看了一下民进党党纲，白纸黑字，大家可以看一下。1991年是台独党纲嘛，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对，你打过第一个，后面覆盖前面，所以1999年5月8号台湾前途决议文，对，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决定啊。我们没有说台湾的未来什么2300万人决定，我们不 OK， 这个我没有听过。韩国瑜之前也讲过类似的话哈。好，后面覆盖前面嘛，所以2007年9月30号，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叫正常国家决议文？就覆盖前面了嘛，对不对？正常国家决议文是什么呢？好，大家看一下我划线的部分，里面有一段话：民主进步党作为台湾人民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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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力量，应在台独党纲与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正常国家决议文，积极推动证明制宪加入联合国。证明制宪啊，中华民国就中华民国，你要干嘛要证明？你就是要变成台湾共和国啊！而且他前面讲的台独党纲与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基础上，代表这不是覆盖的关系，这两个都是存在的，只是他要在这两个基础上再提一个证明制宪，这就是台独啊！这不然这不是建立台湾共和国，还要制宪呢？制一个宪，难道还要再制一个中华民国宪法吗？一定是制一个台独宪法啊！所以其实正常来讲就是还是有台独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什么覆盖，那覆盖的话就是要以正常国家决议文为主啦。OK， 刚刚元之讲这个，那应该吴峥要先回应，但我不知道将军一直坐不住的感觉，你要不要先简单回应什么？吴峥等一下再直接回应。对，其实元之表述了国民党很多人的想法，就是美国这么糟糕，赖总统怎么不标他一下，不修理川普一下？那我也没看到郑丽文骂。郑丽文今天不应该是骂赖清德啊。第一，你守护民主的方式不对；第二，你在媒体里面直接点名也不行。你这个一中政策跟不支持台独是川普讲的，对不对？怎么不听到赖清德去批评？他郑丽文可以骂。郑丽文今天应该劈头就骂，这个川普的老家伙，你在干什么？你抛弃台湾，你放弃中华民国，混蛋，糟糕，你政府很烂。我也没听到郑丽文骂啊。郑丽文对赖清德可泼辣的嘞，他怎么不敢骂川普？我觉得奇怪，这川普这么糟糕，在郑丽文眼中看见川普这个背信忘义，抛弃中华民国，这个为了利益什么都能放弃。我也没看到郑丽文骂川普对，你叫赖清德骂，你怎么不骂？你至少自己噼里啪啦狂骂一下嘛。郑丽文也不敢骂嘛。那他6月还要去美国？对嘛，你也要有求于人家嘛。所以刚才元之讲的，他研究的蛮透彻。那我是对国民党的党纲研究的蛮透彻了。因为最近我跑地方选举，有很多国民党的基层我以前的党员跟我讲，他主委，我跟你讲你错了，不是我们不反共，现在不用反共。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在实施孙文的三民主义了。他那个实业建设都已经铁路啊，什么都盖好，都超过了孙文的实业建设。中国已经在实施三民主义，所以我们不用反共。各位，你认同吗？对，我是不认同。那既然如此，国民党既然叫民进党改掉什么台独党纲，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嘛，因为我不是民进党。那国民党要不要把你的党纲也改一改？国民党党纲总纲第2条里面讲，本党结合全国信仰三民主义之同党党员。恪遵总理与总裁及蒋固主席的遗教，实施民主宪政，反对共产主义。这第2条叫做反共党纲，反共党章。国民党现在还反共吗？要不要修？要不要修？要把反共党章、反对共产主义拿掉，因为你不反共了。郑丽文有反共吗？郑丽文主席到今天为止，他有讲过反共。郑丽文主席，如果你不服，你把国民党总纲第2条重新念过一遍。里面有没有反对共产主义？那既然反共，习近平是共产党的头子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共产国家的头子叫习近平，你反共，你怎么不反他？对不对？那如果你反川普，大声讲出来。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反共党章你不修，你现在却做的跟共产党握手进入和谈，然后要谈未来、谈统一，你这还反共吗？将军刚刚讲对吧？元之要不要先回？你们要修？对，等一下那个吴峥针对你们的党纲那个元之讲这，
元之将军讲的，你们的党章里面的第2条要修吗？你们不反共，因为我们实施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啊。前面国民党也执政过啊，国民党有实施共产主义吗？没有，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没有问题啊。那他们现在是把反共定义，把它定义成说不能跟共产党往来，或者是不能跟共产党交流。这不是反共的定义啊！这不是我定义，如果说不跟共产党不妥协、不谈判，是经国先生讲的，不是我讲的。如果说反共叫做不跟共产党往来，川普你不反共哦，川普你是支持川普你是支持共产主义啊！对，这个是因为扭曲的定义才会产生这个错觉，其实没有问题的。那跟共产党接触也不是说喜欢他们、支持他们，是希望在站在台湾的利益的情况之下。进一步能够维持和平，或者是能够带来经济的互惠，不是说我们支持共产党。没有，蒋顾主席经国先生的遗教，这是列在党章里面第2条的哦，要遵守蒋顾主席经国先生的遗教，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所以不能跟共产党的头子接触、妥协跟谈判嘛。OK， 要就修掉，把它修掉。好。不要有蒋顾主席经国先生，不要有反对共产主义，那就 OK 啦。那接下来这再论证的话，两党的党章党纲会不会都会动？这边是元之回应这段，来，我觉得从你们的党纲元之细数你们的党纲到刚才讲说赖总统会对内硬对外软吗？是这样吗？这个我是看国民党最近，那包含元之，包含蒋万啦、郑丽文啦、卢秀燕啦、李四川啦，很多人通通跳出来说叫我们民进党要废台独党纲。那我是觉得很好笑啦，因为其实国民党一直以来他们就是这种战术嘛，想要把民进党打成是说不稳定国际关系、两岸关系的破坏者。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其实我们就是维持现状嘛。我们也没有挑衅中国，也没有去刺激两岸关系，也没有去弄这个，例如说要制定一个新宪法，所以他们没办法嘛。但是他们只好去想办法这个诛心贴个标签，没有。你心里还是一定想台独，你只是不敢做，你心里一定是这样想，对不对？国民党现在就变成说，只好一定要贴我们这个标签。那我讲回来，先从川普，因为最近大家是因为川普的谈话嘛。那我讲，其实川普的谈话代表什么？其实没有改变现状，因为川普自己就讲，对美国记者问他嘛，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这次谈话有改变吗？说没有改变。那川普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其实他就是把美国的战略模糊大白话讲一遍嘛。其实这次川普讲这么白，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以前大家觉得什么是战略模糊，有点雾里看花。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他要说所谓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到中国主张对台湾有主权，但是尊重你的看法，美国不同意，希望两边都用和平方式解决。川普这次讲得很白了嘛。为什么他要说所谓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到中国主张对台湾有主权，但是尊重你的看法，美国不同意，希望两边都用和平方式解决。川普这次讲得很白了嘛，因为他觉得他一方面要保护台湾，但一方面呢，他又担心说，如果台湾采取了一些过度刺激中国的行动，导致两岸发生战争，他要飞9500英里过来打这一场保卫台湾战争，美国觉得很麻烦，他不想要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我讲这段大家同意吧？这就川普在飞机上整个谈话呈现出来的面貌嘛。那所以有了这个前提以后，我们知道美国其实历任总统的真心话是这个样子，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阿扁总统当年他有公开讲过建立台湾共和国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为什么这过去几年以来，包含有民进党我们的立法委员，例如说蔡宜委员提过修宪，要来改，所谓这个自由地区、大陆地区的这些字眼，包含前阵子去年吧，我们林义奇委员也提案说来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再修掉把这一些就是两岸的部分啦，再去做调整，调得更这个台湾主权定位一点。为什么这些事情最后民进党内部沟通以后撤回来？因为民进党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啊，就是我们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到赖清德总统，其实我们就是维持现状嘛，对不对？包含蔡英文总统当年也是520演说的时候，他讲4大坚持，什么4大坚持？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坚持中华民国的前途必须遵循台湾全体人民的意志。4大坚持说出来就是坚持维持现状。
那赖清德总统上任至今，秉持蔡英文总统的4大坚持路线继续走，也是坚持现状，强化我们的国防，强化我们的经济安全韧性，然后维持这个稳定的两岸关系，同时强化跟民主盟邦的合作。所以你看，国民党找不到地方下手啊，只有说你心里其实一定想台独，但事实上我们做的就是2任总统都已经很公开宣示了，我们就是维持现状。那元之刚刚讲这个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国民党最近很多人在讲。坦白说，我是有预料，我是有预期啦。就是今天我们会讨论到这一趴，因为这几天我已经看了很多国民党的侧翼在网络上讲说，哦，你上次讲说你没有台湾前途决议文，哦，你们怎么不讲说2007年你们有个这个正常国家世代的决议文呢？啊，那其实就是元之刚出示给大家看那一份嘛，对不对？那事实上我要跟大家报告，也跟元之报告，事实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因为我们民进党除了我们有党纲之外呢，我们总共有前后有6个决议文，啊，那这个正常国家决议文呢是2007年的时候，那元之你知道我们民进党最新的一份决议文是什么时候吗？就是最新的版本，2019年，没错，社会同行世代共赢决议，没错，就是我手上这一份，这是最新的，所以它覆盖了前面嘛，社会同行世代共赢决议文。那这决议文里面说什么呢？我们明确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主张，坚定恪守本党于1999年通过之台湾前途决议文。所以啦，是不是？如果元之要讲说，你们白纸黑字，你们后面又有你上次说台湾前途决议文，你们后面又有一个更新的正常国家决议文，抓到了，后版覆盖前版，所以你后版说要搞台独。那我现在手上这份最新版的2019年的社会同行世代决议文已经讲了，本党恪守台湾前途决议文。结束了，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那我补充一下，第一个，民进党就是一个没有，我还没讲完，你不要不一样，你不要打断我，每天都在变，你不要打断我，我是方唐镜，我一下进来我又出来了，讲完，你不要打断我，没关系，那等一下元之等一下再补，我继续讲完。那我补充这个呢，事实上也是要来强化我刚刚跟大家说明的，不论是你要说党纲，你要说决议文，你要说白纸黑字，你要说蔡英文总统公开谈话，你要说赖清德总统公开谈话，民进党我们就很清楚，维持两岸稳定就是维持现状。但是我也要指出，就是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要去讲台湾前途决议文？因为这是代表民进党当时就每一份决议文，其实都是当时党里面的一些意见，把它白纸黑字写下来。所以台湾前途决议文当时1999年出现的时候，代表的是民进党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国家路线的，你说是调整，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个转变。那主要呢，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更务实的来面对，因为1999年当时阿扁要来参选总统了，我们要去处理中华民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包含到蔡英文总统时期讲中华民国台湾。那所以坦白说了，这些每一份决议文，我没有说台独党纲错，或是正常国家决议文错，每一份都是我们党内当时的心血。那我这问题就来了，这是我们民进党的事情嘛？奇怪，那些什么卢秀燕、什么蒋万安、什么李四川，意见一大堆。任何人只要加入民主进步党，就可以提案，在我们全代会上找代表提案，要不要改党纲都可以嘛？问题是干国民党什么事情啊？奇怪，那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张军讲的，国民党你们党纲有说，元之刚也是在胡扯啦，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不反中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分裂国土，那请教是谁分裂国土啊？按照国民党的定义，是谁在分裂国土？这个条，你们党纲第2条白从头到尾就在讲中国共产党嘛？难不成是越南共产党分裂你国土吗？对不对？这有什么好讲？难不成日本共产党分裂你国土吗？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嘛！什么会是只反共产主义？中国国民党还跟苏联共产党合作嘞，不然怎么会有岳飞？怎么会有包罗廷？所以哪是反共产主义？从头到尾就是反中国共产党。那我们也没有整天面说，你们党纲要不要修掉？你们郑丽文主席还跟中共总书记见面，好意思，我们也没有无聊，这就你们家历史嘛。那照你这样讲的话，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之前开会还要念总理遗属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也没有那么无聊说，你现在还想搞革命？你想颠覆政府啊？什么叫革命尚未成功？这太无聊了嘛。那我最后讲一个，事实上，我觉得国民党人要去拿这个台独党纲这件事，就是说包含甚至我讲直接点，民进党的所有现在党员里面，有没有人心里 maybe 少数人心里还是有一个台独的梦想？我觉得应该有，但是那又怎么了？我觉得国民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非常之不道德，非常之奇怪。为什么？这问题就跟我们经典赛代表队出国比赛一样，我们帮他们叫什么 Team Taiwan，可是我们的代表队事实上白纸黑字叫什么？叫 Chinese Taipei。那
我们的政府，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宗旨到政府都很清楚，我们不会去在我们不管是奥运啊，或是经典赛啊，我们不会出赛的时候去跟主办单位 argue 说谁跟你 Chinese Taipei 啊，不管是台湾队，不管是中华队，都不会叫 Chinese Taipei。我们知道说要大局为重，不要牺牲了选手参赛的权益，不要牺牲了台湾国民球迷朋友们观赛的权益，所以我们不会去 argue 这个。但是你不能回来检讨我说，你凭什么讲说亲台湾加油？明明就是 Chinese Taipei， 哪有亲台湾？我现在很多人心里我们认同就是听台湾啊，怎么了？那一样的道理啊。今天台湾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政府也知道要稳定两岸关系，所以就维持现状，是中华民国台湾。但你不要得寸进尺，你不要帮着中共回来骂台湾人说，你台湾人，你有一天，你有些人心中有想着有一天，看可不可以以台湾为名建立共和国，你回来帮着中共骂台湾人民，有没有搞错？没有帮中共骂中国人民哈，这个话题为什么忽然又被烧起来？像这个算是历史文件嘛，在 Google 里面的文件，为什么忽然去 Google？ 主要是川习会之后，川普说他不支持台独，然后赖总统跳出来说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就是台独，大家觉得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就是台独，那你以前台独金孙原来是中华民国金孙哦，民进党搞了几十年台独原来是中华民国哦，就是说觉得赖总统很奇怪，我们就中华民国觉得那是你们现在的改口嘛，可是你们几十年来讲的台独就是台湾共和国嘛，那你们现在的这种讲法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你刚刚讲我都没有打断你，对对，我也是尊重你，对，你打断一下，我大家这样互相，我们大家都可以讲久一点的，就大家可以讲久一点，对，然后所以你再讲民凤就不高兴，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中华民国就是2300万人，我觉得最安全而且最好的做法，那就是过去几十年，民进党一直讲台湾共和国，才会陷入这种混乱。中华民国就是2300万人，我觉得最安全而且最好的做法，那就是过去几十年，民进党一直讲台湾共和国，才会陷入这种混乱。然后川普也表明了不支持台独，那你其实民进党就说，对，你可以像吴峥刚刚讲的没有，现在已经没有人要搞台独啦，我们都是维持现状，很 OK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是赖总统跳出来说，所谓的台独就是中华民国主权独立。那所以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是川普在反对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吗？那你要跟川普抗议啊！我们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为什么你不支持我们？所以是你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另行宣布台独啊？不是，是你的这样赖总统讲法会让台湾陷入一个危险。我觉得他这样讲是越描越黑，很不利的状态。那今天为什么可能川普会觉得台湾在搞台独？所谓我觉得川普台独就是台湾共和国，但是他们不承认。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觉得？第一个，他听习近平讲的嘛，对不对？因为他川普的前面有一个前言是说，他跟习近平吃了一个晚上的饭，他现在好了解台湾哦，对，表示以前他不了解台湾，民进党都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让川普了解台湾，我也觉得很奇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台湾现在确实有人一直要操作，想要往台湾共和国那边迈进嘛。虽然吴峥说虽然2019年，但是因为他跳来跳去的嘛，所以搞不好2026又有一个什么决议文又来搞台湾共和国。有人提案有啊，比如说刘世芳内政部长刘世芳说，希望未来让赖清德做台湾国的主人啊。然后还有就是黄义川说台湾国立委啊，这都是往台湾共和国迈进啊。然后再来就是吴峥说谁这么无聊，一直去挖国民党以前什么什么事，苏贞昌就是啊，那时候。还那个蒋万安在质询苏贞昌的时候，只是叫他承诺那个食安问题，苏贞昌就说：“阿公啊，你阿公那时候叫我反攻大陆，你不是也骗我？”他就是也是一直在讲这些东西，所以民进党也是常常在干这种事啊。来，好，可是这整个从川习会议这样一路到现在，明凤，你看国内现在吵成一团了。这样的一些议题，照理来说，这都应该是很久以前大家在吵这样一些，而且今年是地方大选，又不是总统大选，但是显然这个议题会一路往下烧。我们现在吵成这个样，美国也不遑多让啊。川普说对台军售是筹码，结果华府两派已经吵到媒体的报道说，川普的发言在华府外交政策圈引发两极的反应，有一些对中的鹰派警告说，把对台军售视为谈判的项目，会稍弱贺阻力。而且让印太盟友感到不安。另外一批人认为说，川普的说法代表美方多年来对台发出日益明确讯号以后，
重新回到战略模糊。也有部分外交政策专家认为，川普的言论反映他有意把美国政策重新聚焦在美国制胜事项。我们其实对这些反应也许不像你很难想象，反应最大的是日本。川普访中对台军售当筹码，日媒痛批葬送资产，让习近平已麻了，变成搞成这样。明凤，这不是我们现在变成整个好了，第一岛链大家全部都在川普这样一些认证了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像国民党会这样攻，也是因为川普那一句话嘛，就说这个什么，不要给我搞台独啊，我不要飞9500里来这边打仗。那他要飞，他这个意思后面就是说，他还是会捍卫台湾的嘛，不过他就不会觉得说他要飞9500英里了。这个如果说他根本没有想要来护卫台湾的时候，他根本不用讲这句话。那这个隐形的这个言辞就是说会，如果打仗的时候我会来，但是我觉得很麻烦，我不希望发生而已嘛。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川普回来之后，我觉得川普就是一个生意人，然后呢，他在跟这个习近平见完之后，可能习近平答应他要买多少钱的东西之后，他就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店主人，对CEO 以后，他就要对客人要好一点，然后呢讲一些好听话，然后不要随便的这个惹怒要买方这样子。那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他是总统，所以他这个话呢就等于在这个华府这个所谓的这个圈子里面开始讨论了。你过去好像都比历届总统的战略要清晰很多，对啊，你就执行战略清晰的这个策略，你现在为什么要回到这个模糊的空间？那日本这个是产经新闻社嘛，用社论骂他。对啊，你这样会让中国认为习近平赢麻了，因为你觉得军购的部分，对台军购的部分是可以在这个谈判桌上跟中国谈判的。这个东西会就是整个会让整个所谓他的第一岛链的盟友、印太地区的盟友都觉得失去信心啊。你是可以把我卖了。只要价码好，对，他会就是这样子嘛。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啦，从大局来看，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他的小生意嘛，好啦，是大生意啊，小生意好，波音200架跟500架应该有差，是，对不对？那9月还有一次的回访，对啊，对，所以这个他跟习近平的美好的关系至少要维持到9月嘛。没错，他要维持到9月。那我们的军购呢？在9月以前，我们的军购第二批发价输出的这些，应该在9月要来啊。他就说他可能会延迟嘛。但是问题是，他自己也有选举啊。然后国会上面对这个军购的东西跟他立场并不相同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他当然9月这个部分是一个 deadline， 是一个看，就是说他跟习近平怎么样。但是中间中国会不会照单全收买那些东西，也是一个变数啊。那9月会不会见面，也是一个变数啊。然后美国选举当然也是一个变数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也许真的最坏的情况就是拖到9月以后，但是整个印太的大局会改变吗？我真的不相信印太的大局会改变。从印太的大局来看，不止台湾嘛，但是台湾绝对是重要的一块嘛，所以现在连台湾是不是美国核心利益也搬上美国的外交圈，在讨论说，川普这样说是不是要放弃台湾啊？台湾不是核心利益，如果台湾不是核心利益，那印太这些盟友其实都会崩盘的。因为印太的这条第一岛链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台湾，而且台湾还有半导体，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全世界晶片的所在地，所以说台湾绝对是印太这条岛链上面的核心利益。那如果印太的利益是美国围堵中国的核心的这个价值的时候，台湾就绝对是核心利益，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嘛。所以才会讲到什么两强中间或怎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当然这个会引起短期的焦虑，我觉得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你突然一个 CEO 去买那么多东西之后，对对方这么好，那你另外一边人当然会焦虑。但是我觉得从大的格局来看，这种格局根本就不可能会改变嘛。包括美国这个驻中国的大使，当时在见两人会面的时候，他转述的就是这个川普对习近平的说法，就是我们对台湾的
政策完全不变。那他后来谈这些军购都是在那个空军1号 AIT 这个什么或是 AIT 的一个记者参会上面这么讲的。那所以说他有没有当场在跟习近平谈这个军购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没有的。但是他后来解释说，他的确是会考虑到中国，然后影响这个军购出售的时间点。但这批军购已经给国会通过了140亿，而且川普呢是历任的美国总统卖台湾最多武器的总统。那你觉得他做完中国生意之后，会不会继续做台湾的生意？应该会吧。他那么爱做生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短期上面当然有一些波折啊，那也给国民党一些攻击台独党纲的这个。可是台独党纲说实在的，都是炒冷饭。都是历史文件的，现在也没有人。我跟你讲，反正成为台湾执政党人都是要维持中立、维持现状的啦。我跟你讲，反正成为台湾执政党人都是要维持中立、维持现状的啦。包括你国民党一样，你这个执政的时候，你敢讲你要主张统一吗？虽然这个某人的父亲上面写的画什么东西的画赌箭筒，但是他执政的时候一样维持现状。所以陈水扁的8年，蔡英文的8年，跟赖清德2年，18年。都是维持现状，不会有人在执政的时候去宣布任何的独立或统一的。刚刚明凤特别讲说，这都是冷饭热炒，一直在炒这些。我想问一下年轻人，对，一中，对，年轻人对于这样一些的话题，到底会要怎么看？长期以来，在国内都有所谓的亲中派跟亲美派，尤其我们都讲说，上一次郑丽文他们访中内部上军售啊这些问题，在国民党内部是不是也有亲中派跟亲美派之间的拉扯？那这次川习会以后，对整个国内亲中或亲美会产生任何一些的改变性吗？网络上面对于这一次刚刚讲到，因为当川习会以后，你看到很多蓝营跟白营的政治领袖全部都扑上去在讲什么台独党纲啦，所有这些，在网络上有什么效应？我平常一讲这个川普这个是关于川普，就是应该讲不叫反台独，应该说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个言论。然后其实他是从5月15号，因为5月15号是川习会前，然后那个时候的标题是说郑丽文希望川普可以当着习近平面讲反对台独，那时候声量大概是4800多则。接下来跳到隔天的时候，当川普讲出这个不希望走向独立的时候，你看那个讨论声量来到马上飙出10倍到4万多则。然后隔天呢？就又继续在讨论嘛，也是3万多则，然后再到5月18都是3万多则，所以你可以看到连续这几天对于这个川普说台湾不希望走向独立这件事情，网络上讨论的非常多。那讨论的内容主题是什么呢？平常讲啦，我觉得我要概略2个，就是说第一个是酸民进党台独党纲，那真的酸啊。那第二个也走向收敛，什么意思？你先听我解释，在这里。这些留言，我刚刚讲那好几10万的留言里面，最大宗没有做分析，29%是主要是讽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就是赖清德之前当行政院长讲的那一句话，在讽刺他嘛。然后就说，然后第二个最大宗的是讽刺台独党纲到哪里，然后第3个最大的是说认为民进党应该删台独党纲，所以就是这个台独党1991年的这个台独党纲，这时候被拿出来讲。但是我说这个当然这个风向来讲，就是同的比较。酸民进党比较多了，老实讲，因为台独党纲嘛，那个是曾经的历史文件，但是呢，这个又处理，但是赖清德的回应也是马上，赖清德马上就说嘛，他说没有，就是我们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就是一贯的定调。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从网络上的这些效应，大家在讨论这个台独这件事情，然后还有赖清德的定调，其实你可以发现就是收敛了。也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这一支旗子，其实早就已经从蔡英文时代就被民进党拿下来。这是国民党自己当初一直没发现的事。贵体在我们讲很久以前，在选举的时候，民进党的场子是不能出现中华民国的国旗。民进党的党公职只要选上，他们是绝对不会什么对着什么国父遗像那边宣誓，他们都背向。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年代是这样。可是后来到了蔡英文时代，你看他选举的时候，他们的场子里面中华民国的国旗都出来，甚至到去年大罢免的时候，那台独旗跟中华民国国旗是并驾齐。所以说，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被民进党经过这么多年，这10-20年来，慢慢的从1999年的台湾监督决定文开始一路收编，到现在2026年。所以这个中华民国，所以你现在反而讽刺的是说，过去最捍卫中华民国应该是
中国国民党，那个中华民国国旗还是你从中国从对岸那边带过来的那一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还定在宪法里面第6条。好，那你现在去问这些年轻朋友，这2个党谁最能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你就我如果做民调，我反问嘛，就是说这2个党，刚刚讲吴峥跟原之斗的很凶嘛，就是说我们党纲里面那边讲的，好，那我们如果持平，把双方的，因为双方都有历史包袱，你中国国民党有历史包袱，民进党也有历史，这不可否认。因为我一个党那么大，我不可能就是如果大家都一言堂，那就不叫党，party 就是一群人的。所以我现在说，如果你现在做一个民调，就是说问这些年轻朋友，你觉得哪一个党最能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独立存在？然后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民众，他不会希望你的中华民国是跟中共就是变成好了，有点我们被吃掉啊。所以这个论述虽然短期内，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是短空长多了。短空的是讲，好，他的这个台独党纲又被拿出来发酵，他说啊，你看，你1999年、1991年，那你看就是被拿出来的。可是长多对民进党长多，就是说，经过又这一波的掏洗以后啊，他也会某种程度上让民进党内有一些其实真的还是真心希望可以走向台湾共和国的这些朋友，也后来很期待嘛。现实就是现在这人就是很难，甚至连川普都讲出这句话，所以他反而让民进党那个有一些。我刚刚讲其实民进党还是很多人不爽啊，就觉得说你中华民国现在铁一个啊，是什么意思？就没送了。可是经过这一波以后，我跟你讲，他们会慢慢的就会声音也会消下来。所以长久以来，最后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旗啊，是要民进党输去啦，你国民党的 no 输啦，所以还搞不清楚状况，还在那边斗。所以你国民党你自己反而应该回来检视。除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党纲这里面刚刚党纲我第3次出现国民党第2条，恪遵总理、总裁与蒋顾主席经国先生之遗教。总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反攻大陆我蒋介石啊，蒋顾主席就是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然后反对共产主义，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走向的路线是，国民党其实有一度也想要走这个中间的朱立伦时代，他其实也是要走中华民国的现状，但是现在反而被你们郑丽文拉往那一个更往亲中的那一块，所以你们今天好不容易以为川普讲的这句话捡到枪，所以你们现在对民进党这个台独党纲狂轰滥炸，但是炸一炸，结果我跟你讲，炸完的结果是最后更确立民进党是这一面青天白正讽刺，现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你们孙中山。当年的海军旗后来把它定掉，民国的国民政府把它定掉为国旗，结果这一面国旗反而变成是现在的民进党在台湾毛起来捍卫，而可能多数的民众认为说，对啊，其实捍卫中华民国，然后不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还是民进党呢？你国民党没有死去。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一路这样论证下来，它会不会跟年底的选战之间会产生任何的连结性？将军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刚刚讲郑论主席在未来这场选战里面，他党主席啊，对，那国民党在地方执政上的县市远大于民进党，是 OK 是。那对现在未来来讲的话，在各个地方，那为什么最近他跟比如赵少康啊什么所有这些产生像这样一些纷扰，对未来会有什么一些影响？联合报出现这样的一篇社论，是讲说国民党不要在内乱为题，他讲说党中央既然掌握党机器跟资源，应该力求党内最大公约数，而非将反对者都视为寇仇，也不宜自己引战，用网红心态来治党，更不能私心自用，然后滥用党机器。为什么联合报在这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篇？那这个对整个国民党，像郑丽文今天30分钟的那样的一些的诉求，其实是要团结整个党内吗？因为我打赖清德一定可以团结党内嘛。刚刚讲到军售的这一块，520前夕，为什么国军会秀出 F-16的狙击手夹枪？然后拍歼16这一块，为什么？我先告诉大家郑丽文今天骂赖清德总统骂了30分钟，还拍桌子，为的就是要压掉赵少康这一段因为郑丽文觉得他跟赵少康这一段他自己受伤太重。赵少康受什么伤？副总统都选过了，他也不是什么党职。赵少康对于2026的选举，赵少康有什么成败的责任？然后国民党一票的立委、一票的议员挤破了头要上赵少康的节目。那你说郑丽文怕不怕？他怕，甚至是那个传言党代表传言说7月的党代表大会，说不定要对郑丽文做出什么样的决议啊？你认为郑丽文紧不紧张？紧张啊！国民党最大的权力核心党代表大会，那将军他们能做什么决议啊？哇，可以因为他没有罢免机制嘛，没有罢免机制，但这个提案提什么？提案就是重新选举党主席。
可以提案，我没有罢免你啊，重选啊，可以重选啊，不然当时在没有到以前要重选，对，不然洪秀柱怎么被换掉的？洪秀柱是总统候选人呢，都通过了哦。他当时的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洪秀柱是总统的候选人。对，换总统候选人跟党主席的任期，对，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有资深的国民党的这些前辈啊说，党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连党纲都是党代表大会制定的。你要做，就怕你不敢，你敢没有不能做。OK， 不能做跟做不做得到是两回事。所以你觉得郑丽文会收敛，因为这个样会收敛，因为我提出来，那你要不要处理？那你通不通过是一回事，提出来啊，就伤就很可怕嘛。所以郑丽文赶快把赵少康这一趴压下去。所以今天就用骂赖清德，他等520等很久了啦。你看昨天记者受访，他跟赵少康那一段，他是笑而不答。郑丽文什么时候会这样？郑丽文看到麦克风来，一个噼里啪啦把你骂回去，没有？昨天完全不打，他在等520。骂完赖清德以后，把所有的力量收回来，因为他发现黄国昌的这招厉害，柯文哲这招厉害，凡事推给赖清德，就对了。所以他就等这边等了很久嘛。好，那么我讲嘛，国民党内斗是不是新闻？不是啊，国民党内斗哪是新闻啊？可是太频繁了。郑丽文当了主席后，国民党天天在内斗，上面斗下面，下面斗旁边，中央斗县市，县市斗地方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太频繁了，难看。所以我讲，党中央现在要处理。联合报为什么发这一篇？他说现在你2026要大选，你团结都来不及啊！你在内部找敌人，这没有一个主席笨到这样子了。那虽然郑丽文是100年难见的奇才，可奇才也不能做这种事嘛。做了这个奇才不能做奇怪的事，所以照那个联合报应该不是绿媒了吧？他这好意。好，那我们讲到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大家都知道。所以说选民如果郑丽文再这样搞下去，虽然你一直讲说赖清德很糟，赖清德很糟，那么就算赖清德很糟，他会觉得郑丽文率领的国民党会是接替的政权的人吗？也不会嘛。他把人家骂得再难听，你也很烂嘛，所以人家怎么会找你？好，那我现在讲回来哈，这个定妆照，这个为什么今天会释出？我告诉你释出这一张哈，就是第一个，我们有能力锁定你而且锁定的是锁定它的那个红外线的系统，这叫什么？这叫做 F16配合 AIM-9X 响尾蛇飞弹做的远方锁定。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个通常这个叫做这个无声的静默的击杀，就是我锁定得到你，我就一定打得到你。对，所以但是这不重要，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可以锁定它。重要的是这个垂直尾翼上面的65015，这有什么意义？通常不会把这个飞机的机号照这么清楚，知道机号就查得出它哪里来，就知道它属于哪一个大队。这一个65015歼16是来自江西南昌，这个飞机有来头。我告诉你，6105这个江西南昌叫做什么？叫做杜凤瑞大队。它是空军第40旅杜凤瑞大队。那杜凤瑞大队是什么？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场战争所这个牺牲的解放军。这就是1958年双十节在马祖上空发生的空战。这是一场战争所这个牺牲的解放军。这就是1958年双十节在马祖上空发生的空战。那么我们的军刀机跟歼击机发生了空战，然后呢，两方都有损失。那按照实际的记载是，两方都有一架飞机坠毁。然后这一位就是用他的名字立的，叫做杜凤瑞烈士，他们叫烈士，解放军的烈士。他飞机出问题，他跳伞。跳伞以后呢，被国军就是历史这样记载的嘛，国军就用机枪把手射死了。那按照规定是不能打。那不管那个年代开玩笑，共匪啊，我跟你讲规则啊，就把这个杜凤瑞打死了。打死以后就落到地上，就被他们就是当成英雄嘛。那么我们跟这个飞机，跟这架飞机，我们的军刀机也有损伤。那位叫什么？那位叫做张乃军，是国军的，他也坠机，他也跳伞。最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的国家就说啊，这位张乃军烈士啊，因为在空战中阵亡了，还发了褒扬令。OK， 我告诉你，10年后他回来了，他没死他没死，还是被中国大陆的渔船把送回马祖。然后他从马祖回来，他离开这个码头的时候，还跟那个马祖渔民说谢谢。死而复生
当时奖章也颁了，褒扬令也颁了，就他回来了。对不对？回来了，尴尬了。对，尴尬了。那回来最后他也是安置他，就退伍了嘛。最后就这样。那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国共两方的宣传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所以那个序号的意思，就是纪念杜凤瑞这位这个叫阵亡的解放军所创立的一个状态。他的墓碑还在江西哦，还在那边，是他们一个精神指标。所以这个空军第40旅。杜凤瑞大队是很精良的，连很精良的都被国军锁定，所以国军一锁定这个，一定会查这哪来的飞机，一查杜凤瑞大队，所以我才说这叫什么？这叫是把历史的这一段抓出来，然后帮我们的空军，然后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提振士气，就是即使解放军在这个你看从1958年到现在，他们的战力已经提升了很多，提升了很多，可是呢，国军必须要保持足够的嚇阻能力 ，OK， 否则的话，他这样子来，我连锁定都锁定不了。那么当年杜凤瑞在跟张乃军的那个对抗，不是白对抗了，当时2个人是用生命捍卫了台海的安全呢。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的军力失衡，我们还能够维持1958年的当时那个状况吗？所以才说这是军购还有决心。还有国军血泪所编织出一个历史，大家必须要正视。OK， 那刚前面所讲，不管说是两岸关系，然后或是军购这些议题，甚或赖清德总统讲的0到18岁每个月5000，民生、生活、老鼠，所有这一些东西，你如果真的讲的话，它的检验当然就是在每一次的选战。2028会不会受到2026影响？当然会。2026这一仗就是现在看到所有这些议题，然后到时候就表征在这里头。好，我们下一个来看，第一个。来，任俊，蒋万安到宜兰去辅选，当然绿营有一直讲说，哦，你去了云林，现在又跑到宜兰，然后什么什么这些，那台北你到底顾不顾？可是蒋万安显然在这一仗，他要是蓝营全国的领头羊，所以他这些跑，那当然他也是宜兰女婿，那到那地方，因为吴宗宪的造势晚会，这对吴宗宪来讲，这场造势晚会等于是第一次大型的一个造势晚会，所以一定是很重要。因为郑丽文没有出现，你知道这个媒体朋友，你以前当记者的时候，肯定不会放过这个话题。然后问的时候，那蒋万安当然媒体朋友问的时候，蒋万安也有回，那为什么主席没有来？类似这样的一些回应，让你先听一下。来，我会昨天在下班之后到宜兰帮宗宪，最主要宗宪是好朋友，他邀请我，当然。义不容辞前去帮忙。另外，我太太是宜兰人，我是宜兰的家婿，所以几架杠宜兰家婿，所以昨天去也算是回娘家。最重要，我想下班时间，好朋友需要帮忙，我想该帮的忙一定不会少。会邀请郑主席？这个要尊重这个候选人本身。那昨天宗宪受邀请我，那我刚好时间允许，下班时候就到宜兰去。有没有？主席要看候选人本身，是候选人没有邀吗？当然没有邀，这个政治人物当然没有邀啊，我不是早就去了。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造势晚会？因为他嫌票太多了。没有，那个是暖身场，小哥你不懂。那你没有看到演唱会？我们演唱会的时候，通常前面会有前团，那个是暖身团，那大团在后面。OK， 是11月28号。有可能是压轴场才会，应该算压轴没有，郑丽文才是压轴。他见过习近平，不是人家他还要见川普，院之都还没讲话，跟他讲成这样。来，任俊宪。没有政治人物台面上的回应就听听就好了没有讲的那才是真的要特别去注意。你听到什么没有讲的？不，我先举个例子嘛。我先举个例子嘛就像刚刚这张照片嘛，我就问，今天如果你是解放军，你看到这张照片，你会有什么反应？不，我上电视了。我绝对不会去谈论65015这一架飞机的历史，我绝对不会去谈这个。我绝对去找开飞机的这个，你给我过来！你知不知道你被锁定了？国防部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照片？我的侦照夹舱在空中可以抓到187公里。我今天清清楚楚公布这个照片，告诉你讲我锁定你，你一定会去问这个飞行员，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被锁定了？如果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张照片它胜过所有的言语嘛，就这么简单嘛。这是一个威慑的效果嘛。回来谈这个，为什么拿这个一起来讲？蒋万安去那边，我说实话啦，一定很多人希望蒋万安在。当然，可是我真正注意到的是媒体的那个标题呀，总统级的辅选大家看到那个标题了吧？因为说现场大概有上千乡亲。
上千也不会到总统级啊。但问题是为什么特别要强调总统级？那才是真正他今天要的这一块嘛。就对于国民党来讲，很早期他们就认为，就是说蒋万安在福建，这个郑传媒也做过国民党什么民众党蓝白合代表这个人选嘛2028的。那蒋万安有没有在梯队前面？第一个。那个的第一个，事实上是很多人对于蒋万安来讲是期待他可以在台北市长选举之外可以发挥外溢的效果嘛。宜兰这件事情不就是这样吗？我问一下嘛，我直接请教一下吴宗宪好了嘛。吴宗宪，你在宜兰要选举啊？你认为站在你旁边的如果有张胜德重不重要？他是议长啊。你干掉他啊？不是，你挤掉初选赢了他，好就好。主持人是比较有念书的，你初选赢了他。如果站在你旁边有林姿妙的人，你觉得重不重要？好歹是吧？是。他虽然有案在身嘛，但这些都是宜兰地方上面对国民党来讲是重要的人。就像在嘉义，如果是黄敏惠在旁边，是很重要，不要得罪黄敏惠。没事，有个人讲说那个黄敏惠都不帮忙，张启凯拼命剖，哇，没有什么不帮忙，他都会拼命在我旁边。所以你真的觉得对吴宗宪来说，蒋万安在那里能够号召的票会大过于张胜德或是林姿妙吗？不要说你是什么宜兰女婿啦，我卡给嘛你宜兰呐。不是没有意义嘛？那他真的要做的就是一个外溢，告诉大家讲说，我蒋万安其实，我很多地方都需要他，所以你去看为什么媒体会去下一个标题叫做总统级的辅选，这怎么会是总统级？它代表了其实是蒋万安他不要被困在台北市的议题里面，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谈论台北市嘛，包含到说，你今天是不是有这个老鼠的问题？看起来国民党很多人在帮忙辩护，就说对啦，今天这个有老鼠，我们就处理就好啊，但你们不要一直扩大，不要这样。那即使后来说现在说发生在这个基隆，大家讲说那是不是你台北没管好？蒋万安基本也不碰。那个什么密室逃脱的那个很多人讲说，那你有没有消防检查？你们其他有没有？蒋万安也不碰，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些碰的对他来讲没有帮助。但他真正要营诉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认为未来的那个他到处跑的这件事情总统级辅选这5个字大概媒体都不会少啊。因为他就要营诉一个嘛，我的外溢效应大。民进党当时在思考台北市市长选战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蒋万安的外溢效应？当然，他一定也思考过嘛。所以现在去打的这一个，就是说我去抓你1999那个。老实讲，1999，你说单纯只讲蒋万安，我觉得也不太公平。但它凸显出来的是台北市政府的那个1999，如果他长期一直有人在反映同一个问题，而你没有解决，它要凸显的是你在市政上面的那一块你没有注意到。可是对于蒋万安来讲，在这个阶段，特别是蒋万安的幕僚，其实我的了解是，他排了非常多场，而且很多人期待他去，为什么？因为有画面嘛，当然，这个有话题嘛，蒋万安也非常乐意，他也非常乐意出现在这些场合里面。因为他还在评估，也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里面，蒋万安势必他必须要打赢台北市市长的选战。可是他聪明，他比谁聪明？我觉得他比侯友宜聪明。当时韩国瑜要选总统的时候，请侯友宜去帮忙，侯友宜突然那一天跑去看那个车厢啊，大家觉得就莫名其妙，你哪一天不好看，或者看车厢很重要。蒋万安今天的到处跑，他其实是在为接下来，如果他在台北市长连任完了之后，他的下一个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中，这些县市首长会不会比照当年马英九那个模式？你哪一天不好看，或者看车厢很重要。蒋万安今天的到处跑，他其实是在为接下来，如果他在台北市长连任完了之后，他的下一个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中，这些县市首长会不会比照当年马英九那个模式？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挺啊！那个才是现在他会到处爬照，然后吴宗宪那个，我说实话，我如果真的要谈论吴宗宪啊，当时在谈论老鼠议题的时候，吴宗宪是怎么回应这件事情的？吴宗宪说那是非常 low 的政治议题啊。如果今天再按照这样，蒋万安今天也是困在老鼠这个议题啊。那你觉得吴宗宪要不要去跟蒋万安讲？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起手式其实对蒋万安的幕僚来讲，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阶段里面，蒋万安要保住台北市市长，我认为国民党评估认为不会太难。但接下来只有一个，我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让蒋万安成为大家心目中觉得不只是受到欢迎，而成为一个大家争先恐后认为他可以是一个领导人的人？现在就在引述这个嘛。但明凤，如果看起来2028内仗，那2026到底胜败如何，一定会有一些的影响，包括各候选人，在这一次2026这一仗的表现怎么样？所以刚刚任俊讲说，蒋万安为什么要全台湾每个县市可能都要这样跑？也要营塑未来可能性。好，那但是对于蓝营来讲的话，2026这一仗，什么样叫输赢？有很多人在讲，像目前如果看一些相关的民调，嘉义市，因为嘉义是蓝白一起推嘛，虽然是七凯去打，但是蓝白一起推。嘉义、宜兰、彰化这3个地方，目前民进党媒体上有报道，民进党似乎这几个地方要视为一定要拿回来的地方。可是对蓝营来讲，万一这几个地方丢掉，这里我要不要负责？对其他那些到处跑的去想办法去辅选的这些人有什么伤吗？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负责的程度呢，就看郑丽文的讨厌程度啦。好，以前如果说他刚刚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有人说他脸皮很厚啊，反正如果说只丢掉这个所谓彰化、宜兰跟嘉义这3个也不是都的地方呢，他就算了，因为我们实在太多了，丢几个没问题这样子。然后呢，当时也没有引起很大反感，也没有树敌那么多。那他现在就兴起了一个战斗蓝的反战斗蓝的之风嘛，所以呢，现在大家又跟他翻旧账了，就要跟他算账了。那你说我当时说，一定因为有人要让他下台，结果有人就说不会，他的脸皮厚到不行，绝对不能下台。但是像刚才这个将军提到的，已经有人开始动手了，还没2026开始有人动手啦，对不对？那你现在就说，你以前乖乖的时候，我就你就好好的做，就算有点闪失也算，对，有点闪失就算了。那反正那3个呢，反正也是就是先天不良嘛，后天失调什么东西之类的，我帮你找个理由，你只要不丢新北，我就不算你这个账。对，但是你今天已经做到联合报都出社论骂你了。联合报是一个正蓝的系统啊，它不像它虽然是也是主张两岸交流的，但是它还是有它的走向是比较倾向所谓赵豪康那一种正统蓝的这种情况，所以连联合报都出手骂你的时候，你觉得你今天只要丢到一个嘉义，你要不要下台？一个嘉义就要这样？对，你要不要下台？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有一点点比2022还要来得少。是谢依凤有喊啊。是，对啊，那你谢依凤就更不用讲啊，谢依凤如果你彰化再丢，那彰化这么大的就是120万人口，第7都，好，隐形的第7都，那如果丢的话，你要不要下台？而且彰化看起来稳丢的嘛，对啊。对不对？那所以说，我觉得然后你说啊，你皮再厚啦，我相信今天联合报或是一些传统的蓝媒一定会轰你下台的，因为蓝媒或是比较蓝营的人，他们要保2028嘛，很简单。但你今天已经走到一个比较亲红的路线了嘛，所以说你要不要下台，不是你自己脸皮厚度可以决定的啦，是你自己造成的讨厌度自己决定的，自己的空战教学教到把自己的阵营给空战炸掉了。我是看到第一个党主席这样做的，厉不厉害？就是100年一见的奇才，对，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今天你要下台不下台，不是你能决定的。今天只要你丢一个，我觉得你2026就绝对是下台了。那今天蒋万安跑这个东西，他跑这东西对他有没有帮助？会不会怪责于他？不会，因为他也是明日之星，他就是讨人喜欢嘛。然后呢，这样子，大家就说啊，罪过就是那个巫婆做的，然后这个是帅哥，所以呢，帅哥没事，然后可以继续。可是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你在2026把自己的声势造太大的时候，你自己要不要选2028，就变成一个国民党的两难嘛。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要选沈伯洋？就是打死了要让你连任啊，让你不能选2028。对，所以说可是你2026把自己势造成这样的话，你就会超过卢妈跟韩国瑜，然后你所以到时候国民党里面一定就会有声音出来。对，就是说你不要管啊，反正侯友也是这个，你已经做了第2任的第2年了，没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东西2028就会变成
这个问题会产生在这里啦。至于2028，不管是谁啊，谁都不想让郑丽文再管2028的选举，因为他很可能就自己选了。OK， 会不会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刚讲到点名的这几个地方，但是大家最瞩目的显然一定是双北嘛。新北这一仗，如果要是蓝营有任何闪失，那大概对蓝营来讲都是个大地震。那对于绿营来讲的话，在台北、新北，那双北一起联手，然后蓝营这个地方也是蓝营喊双北共治，绿营喊双北共好，所有这些一路这样下来往下走，两大阵营目前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吴峥，你们对于双北，那现在是2对2的打法了，他一定就是这个样，看起来就是这个样。那你们怎么样把苏巧慧加沈伯洋能够拉到最大的战力？包括因为现在新北看起来是大家民调打个5-5波拉到这个样。那你们在台北要怎么样达到这样？我觉得某种程度跟刚刚我们上一趴讨论的其实有一点连结，因为其实大家看到沈伯洋最近这其实是基本上他谈论的东西都很聚焦在市政议题上嘛，包含他利用 AI 去把过去这10年来所有的从2016年以来台北市1999市民热线所有的陈情全部去爬整出来发现市民可能包含大家在意交通问题，包含环境问题等等等等，所以看得到台北市一直以来没有去处理一块。那包含说他甚至再把这个数据抓得更精准一点，抓这个过去3年，也就是蒋万安从2022上任以来，哪些市民1999一直打电话来陈情最多？那这个里面就发现一个对比嘛，就是说过去10年其实台北市民抗议最多的、陈情最多的是交通问题，塞车啦、停车位啦等等等等。但这3年间突然变成环境问题跃升到第1名，所以表示其实这就结合到我们刚刚在讲蒋万安的这个鼠患问题嘛，表示你在环境治理上面真的出了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沈伯洋现在节奏很好，他就稳扎稳打，继续的，包含他今天他之前在地方上走行程的时候，有市民提问他关于这个社子岛开发问题，他也讲得有条有理。他今天去拜访我们市议会党团，我觉得其实现在沈伯洋就照一个正规军该有的节奏走基层、走组织，然后去盘点市政问题，接下来进一步提出他市政愿景，我觉得都在这个轨道之上。那这个新北市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巧慧也很在这个轨道之上，因为包含我过去这个礼拜呢，其实也参加了大概3-4场我们议员跟苏巧慧一起办的地方说明会。其实大家包含议员参选，其实大家是抢着要办因为其实巧慧到现在到每个地方都很有人气。那像我们之前，我记得上礼拜跟元智也讨论说这个苏巧慧提了一些政见，元智当然凑巧慧嘛，就说他这个敬老卡加码到1000点，只能用1个月，1个月过期就用不了了。其实我周末之后听到苏巧慧说，没有，我们这个是1000点是保留到1整年都可以使用。所以你1整年这样子的话12个月，哇，1年有12000点可以来用。就是说他这个敬老卡加码到1000点，只能用1个月，1个月过期就用不了了。其实我周末之后听到苏巧慧说，没有，我们这个是1000点是保留到1整年都可以使用。所以你1整年这样子的话，12个月，哇，1年有12000点可以来用。所以其实他这个市政的政见就继续提下去嘛。那反倒是李四川，我觉得他现在还是手脚施展不太开因为他之前提的一个政见被大家在节目上讨论是这个到处有瓢虫公车嘛，那这我们笑过了。那最近他要提一个区有饭店，其实也让大家一头雾水，雾里看花。就是现在好像大家盘点新北市这20几个区，大概现在只有坪林是没有真的饭店的。那你说新北其实现在大家也不缺饭店啊，现在也不是观光客太多，然后都没有人找不到地方住的问题啊。包含我之前去九份啦、乌来啊，其实很多民宿、很多饭店啊。所以李四川提的这政见，其实我觉得也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绪，但没关系我觉得就这样继续下去。但我要讲的一个事情说，为什么？我们在看今年的选情，我觉得郑丽文还是会发挥一个他很大的影响。就是刚刚在讲彰化嘛，其实彰化这次提名，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搞成这样？那我觉得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大家我们之前都讲说，因为谢依凤谢家搞不定，就是他家跟他问题，然后如何，可是这边只回答一个问题，没有回答第二个是说，可是这次彰化在地有3个国民党表态有前副县长洪荣章，有县府参议柯成访，那显然萧景田自己都承认说，如果现在比民调，洪荣章跟柯成访在彰化可能会赢魏平镇，因为平镇完全是素人嘛。
那如果你说因为谢家搞不定，那你为什么不让这个洪荣章跟柯成坊也有个至少说民调竞争的机会呢？那其实现在媒体大家也有去做一些爬梳，就追出来说因为萧景田 Promise 这一局让魏平镇出来，彰化这一局的资源就全部他处理，所以这个自备粮草对那这个就显示出来说，郑丽文像一个战略，就是跟各地的这些枭雄大头结合嘛。为什么？因为刚刚敏凤姐讲到啊，郑丽文就是把国民党这些传统建制派的看得很 low 嘛，就是这周末办个空战营，还要特别去吐槽说国民党这过去10年地方组织全部都荒废了，把赵少康气得说原来过去这10年主席都不行，朱一伦不行，江启臣不行，这个吴什么马英九什么大家通通都不行了，就你郑丽文一个人最厉害。那郑丽文现在言下之意就是国民党这些传统建制派的都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嘛，他现在要取而代之，那他取而代之的战法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跟各地很多地方派系结合，包含花莲就跟傅昆萁嘛，你看郑丽文、傅昆萁两个人关系多么麻吉，那彰化跟萧景田结合，哇，这个当年涉入杀警案的萧景田，过去很多人也觉得说，这形象是不好，那郑丽文是勇于拥抱这些地方派系，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郑丽文在复制当年李登辉从非主流崛起的这个过程，就是很敢于跟很多地方派系结合，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郑丽文在今年的选举，它影响力会放很大。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前面第一节大家都在讨论国家主权的东西，包含蒋万安最近在攻沈伯洋，你台独党光如何如何。我现在不要再回去那题目，但是就是说这很不寻常，因为大家记得在沈伯洋被提名之前，是蓝营一直在讲说沈伯洋只会抗中保台啦，只会讲意识形态啦，那个选举真没有人在乎这些啦。因为你看，现在整个180度转变了。变成李四川在攻这个台独问题，蒋万安在讲台独问题，就变国民党各地的候选人现在都在讲国家主权跟意识形态，然后民进党的候选人在讲市政，在讲要这个发敬老卡加码这样总统今天讲未来0到18岁1个月5000，你看这完全攻守意味嘛。那对这件事情我乐观其成因为想直接点，对民进党来说要讨论国家主权，要讨论意识形态，那我来给这个我们本来就觉得讲起来得心应手，本来我们就是跟台湾主流民一起走所以我觉得郑丽文我乐见他继续发挥了。元之，第一个，郑丽文主席对年底的选战，你们自己评估会是什么样一个影响？刚刚敏凤讲说，现在的态势已经看起来不是什么掉3席左右，要不要被逼宫了？可能随便掉1席都有可能会逼宫，会这样吗？另外，刚讲到双北。那刚才吴峥针对他们双北，包括沈伯洋可能会出的招，包括巧慧啊这些。那对于你们这边来看的话，蒋万安势必要把他的影响力外溢到李四川这个地方，因为新北没想到这还离个几个月打得这么麻花。那对你们俩未来怎么应对？我未来当然觉得有媒体形容这叫做混双啊，混双对打就是说。我们就是你们是李四川加李四川加蒋万安对上沈伯洋跟苏巧慧嘛。那本来这个李四川一直强调双北共治嘛，当然一方面是双北的大生活圈然后第二个是他跟蒋万安就非常有默契。那一开始其实苏巧慧回应是说新北不是细汉我是觉得这有失言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不太了解，其实双北有非常多需要共同治理的地方，比如说饮用水污水的处理包括托育都是一样。比如说你在新北，你住在新北，你假设你可以把小孩你在台北上班，然后你上班的时候就把小孩送在台北的托育中心，其实非常方便。那我是觉得苏巧慧一开始觉得自己有失言，所以后来隔天马上找了沈伯洋合体，他知道这个共治其实是重要，所以到时候一定就是双打，就是2对2。好，那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我们这组啦优势就在市政。刚刚吴峥有点。那个错误的理解我上个礼拜讲的话我不是说苏巧慧说1000点用不完就没了，我没有讲这样子，我只是说苏巧慧不太懂，其实敬老卡的问题是用途太窄的话会用不完。当然你可以累积你一整年都可以累积但是你累积到最后你还是用不完对不对？因为平均像本来现在新北市的这个是480点嘛，平均大概用200点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就只能坐车或干嘛的。所以现在李四川提出来一个，为什么一定要用完呢？真奇怪了。没有，对长辈来讲，敬老当然是让长辈可以用完嘛，这才有敬老嘛。那李四川现在的做法是说。新北市现在提高到600点嘛，那其中300点把它悠游卡化，等于是像现金使用，那至少300点就用给完的。那苏巧慧说1000点，他没有讲说这1000点可以怎么用有，假设还当市长也会开放，那他就是拿香跟拜我觉得 OK 啦，我觉得 OK 啦。但是这一比就知道，一个人是具体务实的提出做法，另外一个就口号所以到最后我觉得比较起来，大家会知道谁才是真正懂市政。那至于说现在
民进党一直讲说沈伯洋很懂市政，我觉得真的很懂啦。你看他今天回答社子岛的问题，讲得多有层次。记者忽然问他说社子岛怎么解决，他讲说，社子岛一直存在的，到底要开发？还是呢，要维持现状这样的问题。那2015年柯文哲当市长又提出了混合的方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呢，地方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我讲得太棒，原来这样就解决了。那我跟你讲，大家就可以考我了哈。比如说怎么解决老屋更新的问题，老屋更新的问题一直存在的，很多地主一直不想要都更，所以不嵌入这个都更计划。但是有些人呢又想都更，加入新的房子，所以呢，如果呢，可能大家可以一致，通通把这个同意书的签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完成都更了。我是不是也很棒？我也解决了，对，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市长好，但我讲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讲。所以呢，我们呢，对沈伯洋说怎么样把市政治理好呢？只要大家的休闲时间对齐的话呢，就可以去消费、经济活络、文化滋生，然后就可以跟国际接轨，好棒！真的，我觉得沈伯洋真的是一个非常懂市政的人。蒋万安真是瑟瑟发抖，真的。那蒋万安社长方案是什么？我还没讲完。蒋万安社长方案是什么？你证件还没发表完呢。对，不是，我是说沈伯洋很棒，而且我想说你在选新北市长，那证件让你发表。我跟你讲，那个黄一中我们都在研究那个少子化的问题嘛。少子化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知道怎么解决吗？好。现在呢，只要学生呢乖乖上课，学生认真读书，老师就会感觉到有热忱，那就会吸引到更多的优秀年轻人投入老师的行业，那这个老师的能力就会充足，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呢，只要学生呢乖乖上课，学生认真读书，老师就会感觉到有热忱，那就会吸引到更多的优秀年轻人投入老师的行业，那这个老师的能力就会充足，问题就解决了，有没有？我什么我讲啦，但是其实什么都没讲。沈伯洋真的很棒，我学到很多。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所谓的1999的市民之锤啦哈。那沈伯洋是用 AI 大数据，用那个1999开放资料去分析大家的民怨。其实这10几年前我在新北市政府就看过，好不好？譬如说道安汇报，他们就会去分析1999哪一个路口比较容易出车祸，哪里的红灯秒数大家觉得不合理。本来开会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要怎么解决，那个地方怎么解决。我10几年前，但我也觉得这个沈伯洋以之用火其实也不错啦，但是也是很棒。那至于说哈，刚刚吴峥讲说，是不是我们双北的我们候选故意要去扯台独？其实不是啦，我觉得。那个有点去脉络化，其实就是因为赖总统讲了台独是中华民国，所以记者跑去问他们嘛，他们的回应嘛，又不是他们主动去扯的。然后再来就是吴峥刚刚讲彰化啦哈，那当然彰化现在看起来魏平镇确实是知名度比较低，可是其实陈树岳这个媒体报道陈树岳他们阵营分析，其实魏平镇比谢依凤还难打，为什么呢？这跟地方的派系有关啊。魏平镇实际上他们家族，他妈妈做过乡长嘛，社头乡长。那其实他跟蓝绿都交好，包括民进党很多政治人物的政治现金他都捐过，所以其实魏平镇出来，他是南彰化人哈，他在南彰化其实可以吸引到一部分民进党的票，而且萧景田一定会全力的辅选，萧景田在地也是非常有实力。那北彰化的部分，因为县长王惠美，他就是他的基本盘。如果到时候王惠美全力的辅选的话，其实魏平镇他还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不是说什么好像彰化我们就拱手让给陈树岳。这一点我同意，魏平镇真的很强，彰化的大概跟沈伯洋差不多强，真的，所以我们都瑟瑟发抖。OK， 那现在看起来除了这2大阵营，来一中老师，白银呢？哇，白银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一件？因为洪昌最近上时尚节目，对。他除了应该要辅选，那当然就是流量或拓展另外一些族群吗？是这样吗？柯文哲当然还是深陷在你说包括这个案子延长禁管啊，然后科技监控，所以对白银尤其这2大咖未来会扮演什么角色？对，因为这2大咖现在就必须创造声量，所以当然就分头进行去创造声量。首先，我们就讲黄国昌，他上了有台的那个《女人我最大》这个节目，它是一个时尚节目，不知道是几年的啦，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看。然后这是造型有没有？就是说这里，他就是帮他打扮，然后变成型男这样。然后这里面主持人就问他，因为就说，你是法学界的木村拓哉。黄国昌说，没有，那是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人家讲的啊，是不是有这一段？是真的有的。他之前2019年有个直播，他自己就讲说，我那时候啊，日本的同学跟我说，我看起来很像木村拓哉，木村拓哉长这样的，安内的，奥雄的大概看一下哦。这一句话呢，可能会得罪 J-Pop，
就是假片 pop。然后另外呢，黄国昌他是真的认真哦，因为他的签名档啊，人家说他当时在日本那个签名档就叫做 KC Kimura，Kimura 就是木村，所以他自己签名档那边就写 KC， 所以他是真的，他说呢，因为他说头发比较长，比较浪漫，然后就真的是，所以他也自己觉得他自己那时候真的像木村拓哉。好了，还没完哦，后来还有网友还有讲，网友说不觉得黄国昌真的很像 BTS 的 V 金泰亨吗？金泰亨谁啊那啦 ？BTS 大概在哈最红的，然后你知道这句话这个吹的抛出来以后啊，下面有网友说啊，就是我贷款也要告你。粉丝啦，所以他又得罪了那个 K-pop， 就一个黄国昌可以得罪 J-pop 跟 K-pop， 当然这都是茶余饭后网友在讨论他了啊，只是重点是黄国昌在那个节目上从头到尾就是，然后最后给蓝心湄摸一个腹肌，就这样啊，就是案子就结。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去那个节目为什么？就阿德喜光，因为他不是炫耀说他有腹肌嘛，他不是瘦身有成嘛，然后就给主持人摸一下腹肌。政治人物在每一个场合、每个节目、每个什么，一定都有他的一个目的跟想法啊。对，他从那也没有讲到什么选举，也没有讲到政治，他就是变得好像是一个型男网红，然后就是在那边。所以其实说真的，那一集看完，你到底对他有什么建设性？怎么会有很多妇女票啊？谁知道？哦，你看，对，他可能他当初的设定是这样。那你就去解释说到底是木村拓哉，他比较像木村拓哉，还是像 BTS 的 V？ 好，那这个是大家去讨论。然后另外柯文哲也有动作，柯文哲呢，他5月30号呢要去台中的西屯区去跟他们一个议员候选人呢去做那个就是演讲，然后他的标题他柯文哲自己下叫土城大学的心得。就是有点就自娱于人。那这件事情其实这样，原本就5月30号柯文哲其实是要去东海大学演讲，大家记得吗？后来很多网友就说，怎么会找这种被判17年，然后你去大学演讲，要带个电子脚镣能看吗？所以后来东海大学就把这个案子撤掉。所以那个刘成宇就说，那不然我就邀请柯文哲来。那这个刘成宇也有争议啦，大家记得他之前上一次上新闻什么时候吗？柯文哲上一次跟他去逢甲夜市要去辅选嘛。你好，我们是讲什么喷辣椒水。去台中的西屯区去跟他们一个议员候选人呢去做那个就是演讲，然后他的标题他柯文哲自己下叫土城大学的心得，就是有点就自娱于人。那这件事情其实这样，原本就5月30号柯文哲其实是要去东海大学演讲，大家记得吗？后来很多网友就说，怎么会找这种被判17年，然后你去大学演讲，要带个电子脚镣能看吗？所以后来东海大学就把这个案子撤掉。所以那个刘成宇就说，那不然我就邀请柯文哲来。那这个刘成宇也有争议啦，大家记得他之前上一次上新闻什么时候吗？柯文哲上一次跟他去逢甲夜市要去辅选嘛。你好，我们是讲什么喷辣椒水。然后这个刘成宇第一时间就说，他们有看到2个人骑摩托车，然后那边喷，讲的跟他近的嘞。我那时候第一时间听到，我也是很愤怒，就是说，即便你不喜欢柯文哲，即便你不喜欢国昌，也轮不到你去喷他辣椒水。任何人喷，我都跟他决裂。我们那时候很气，规缸我气到死，隔缸隔不2缸，后来开始调了好几百只的监视器，完全没有找到那2个什么他们他讲的信誓旦旦，他说是2个摩托车上2个人喷呢，讲到这么信誓旦旦呢，几百只监视器调完以后，后来发现是6分局的局长自己误触，也没有说道歉。结果今天柯文哲你又要去这，所以我说。但是我只能讲一件事，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呢，尤其在民众党的世界里面，反正他们是不管是正声量或负声量，他们只要有创造出声量，因为民众党其实没有什么陆军基础，他们到现在陆军基础非常之薄弱，所以其实我今天在那边讨论他，其实已经在帮他拉票，因为对民众党的支持者来讲，你们骂民众党，你们骂柯文哲，你们骂黄国昌，你们就是赖清德的走狗，赖清德的什么侧翼，所以其实你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在帮他争票，所以对民众党来讲，你有些人不太理解说为什么民众党很喜欢去讨骂，就是他们很多行为其实看在主流的正规的选举里面那是讨骂，但你要了解一件事，因为民众党他没有选大位啊，他不是选 only one 的，比如说县市长这种，我们要往中间靠。民众党他的成绩，过去你知道吗？柯文哲那时候他2024年不是刚选完总统，那时候声势很好，他那时候也讲一句话，我记得那年4月他说他们在各区要提 N+1，大家有没有记得？N+1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有1个席次的话，他以为他再多1。
所以 N+1哦，他是那时候是雄心壮志，结果你看他今年的提名有没有 N+1？他在很多地方是0，根本连提都没提，那最多提的就是1，所以他也知道他的声势已经消退。然后因为只要1席嘛，所以他就只要创造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就是网络骂他、酸他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最后他们就变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就是哦，你看大家民进党的侧翼都攻击我们，他这样就可以在各地攻城略地，然后最后因为他们也是搅局者，今天宣布了，那个今天下午黄国昌跟柯文哲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说邱成元要选那个竹北，而且还黄国昌还讲了说，哦，邱成元呢一听到说要征召他选竹北市长，立刻去跟高虹安辞掉那个新竹市的副市长。你要我讲内幕吗？我很多内幕不太想跟你讲，但我只能讲，因为我怕被告，我只能跟你讲。新竹市的高虹安早就已经不甩那个副市长邱成元，可是从高虹安回来以后啊，他早就已经不甩他了。然后为什么？这之前高虹安狼被判的时候，你邱成元这户起定那么一副要选市长的样子，有没有？你把我的所有的资源都啃了，高虹安是看在眼里。那高虹安2审他被判无罪，鬼照不是回来了吗？后来我就听说邱成元后来其实新竹市政府不太理他，他就是鬼高农底下对吧？洗在拉死了。所以黄国昌你也不用讲那么高尚说什么哦，他马上要选竹北市长，他就辞掉新竹市副市长，他是人歪菜伊啦。啊，我跟你讲，到最后再讲一件事，你也不要以为竹北市这么好，这个肉那么好吃的。你以为蓝白就一定拿得到吗？人家那个国民党系统的有2个，就一个叫邱静雅，那个是国民党的议员竹北的，然后另外一个叫吴旭志，这2个他们都宣布他们要选竹北市长。那这2个为什么特别提这2个人？其实要选的，目前选竹北市长有10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啦。就是我也被点名啦。高嘉也被点名，我也我没有要选，我这边否认但是我们被点名有10几个要选。好了，我现在跟你讲，为什么国民党有2个，一个叫邱静雅，一个叫吴旭志，因为这2个就是妙天系统，也就是徐新营系统。所以你邱成远现在只是民众党征召，你真的要跟尤其邱静雅在那边其实很强，你今天被扁哦，你可能最后连竹北市长都没了，那么笑虚。每一个地方的选战，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接下来呢，各地的战将全部都就位，就位以后呢，包括从政党开始，然后各地战将之间的一些厮杀。刚刚前面讲的所有一些话题，远从川普折川局会一直到民生啦，所有这些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